这几天，川普及其幕后经济团队就关税政策反复提出了好几种不同方案，一度引发全球震荡，牵连了上百个国家。但据说在这一系列关税政策的背后，其实并非全都是川普的想法，还有许多激进派人士在背后推动。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川普大范围加征关税的政策背后，究竟有哪些幕后人物在出谋划策。就在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开启自己的第二任期之际，美国经济其实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等问题。川普因此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试图通过关税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重振美国经济。而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川普的关税策略早在第一任期时就已经开始了。早在2018年3月，川普就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至于启发川普实行这一系列早期关税政策的背后人物，就是曾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莱特希泽毕业于乔治城大学，现在是一名共和党人士。早在1983年里根总统执政时期，莱特希泽就曾担任过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其任职期间，其代表美国谈判了超过20多项双边国际协议，涵盖钢铁、汽车以及农业品领域。结束此轮公职任期后，莱特希泽又曾在世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一职，其在世达律所从事国际贸易法工作超过30年，经常帮美国工业企业打官司，主要负责制造业、金融服务、农业以及技术领域的纠纷。莱特希泽也正是在这一期间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基本贸易政策理念，那就是尽量扩大美国的出口规模，并保护美国传统工业，特别是钢铁产业在贸易中的优势。川普可能就是看到了莱特希泽在过往履历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于是便在2017年1月正式提名莱特希泽作为第18届美国贸易代表。当年5月，他便正式当选。莱特希泽曾明确表示，利用关税策略来促进美国工业增长，就是共和党的信条，应当利用关税来抵消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大家听完这段话是不是很熟悉？这就跟今年4月川普大面积开征关税时的主要政策依据相一致。事实上，莱特希泽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经明确表示过，里根时期限制进口钢材、限制日本汽车进口，都是保护美国工业强劲的正确做法。了解完莱特希泽的这些观点，大家对他之后的一些决策想必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莱特希泽在就任美国贸易代表后的主要做法就是积极推动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此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例如在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中，莱特希泽就曾运用关税策略，促使3国重新签订了美墨加协定，为美国争取到了更有利的贸易条款。当然，莱特希泽并不是川普早期执政过程当中唯一一个支持关税政策人。彼得·纳瓦罗同样也是关税政策的激进推动者。纳瓦罗是一名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虽然在2018年之前，纳瓦罗都在民主党阵营活动，但在川普上台之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向了共和党。这恐怕就是因为纳瓦罗的经济理念与川普的保守主义倾向不谋而合。早在1984年，纳瓦罗还在读博的时候，他就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美国应当帮助那些因为国际贸易竞争失利而丢掉工作的美国工人，并且在其后来出版的书籍当中，纳瓦罗也反复提及其他国家在通过贸易补贴与货币汇率调整等手段冲击美国市场和美国本土工业，导致美国企业难以与进口商品竞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纳瓦罗坚信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是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纳瓦罗的相关看法显然得到了川普的认可。2016年，纳瓦罗正式担任了川普2016年总统大选团队的经济顾问，其鲜明地倡导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强烈支持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等到川普正式走马上任，开启自己的第一任期之后，纳瓦罗便担任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是川普新设立的专门职位。纳瓦罗也凭借这一身份积极鼓励川普对外发动贸易战。
纳瓦罗认为，没有国家会报复美国的关税，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就是世界上最赚钱和最大的市场，没人会和自己的老主顾过不去。虽然纳瓦罗在这之后没有获得川普内阁的更高级职位，但他的激进态度和坚定立场还是对其他美国政客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毫无疑问地传播到了川普的第2任期中，并最终引发了更激烈的关税战。那么现在川普内阁中对关税政策走向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谁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首先我们不得不提的人就是美国现任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其在川普的关税政策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立场。他是关税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尤其在解放日关税事件中，卢特尼克被认为是这一政策的幕后推手。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花费大量时间，向川普大肆宣传关税战略，力主推行更激进的关税政策，给外界一种坚决拥护关税措施的印象。但也有一些周边消息称，卢特尼克在川普的关税团队中其实是立场较为灵活的人。如果形势有变，卢特尼克也不会死守关税战略不放。据6位接近白宫的人士透露，卢特尼克对激进关税政策背后所存在的风险其实有一定认识，而且随着经济风险达到新高，白宫团队对他的耐心也并非是无限的。毕竟作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推动关税政策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他并不想让太多国内利益集团在关税战当中受伤。而与卢特尼克相似的实用主义者还有斯特克·贝森特，也就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9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不过其并非财政相关专业出身，最早学的是文学。但贝森特后来进入投资公司实习，并在一些私人投资银行工作过，例如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后来在1991年，贝森特又加入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并最终成为伦敦办事处负责人。他曾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中为索罗斯公司赚取了超过10亿元，而且贝森特的政治生涯则主要始于2000年，其曾向奥巴马与希拉里捐款，并在2016年向川普竞选团队捐赠了100万美元。同样的捐赠行为也发生在2023与2024年。贝森特支持的也是川普。这一系列政治资金运作最终也换来了回报。在2024年11月，贝森特成功被川普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经济政策上也是一个强硬派，其曾号召对俄罗斯采取更严格的经济政策。在特朗普宣布广泛加征关税后，贝森特还提醒世界各国不要报复，坐下来接受它，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因为如果你报复，美国的关税就会继续升级。事实上，贝森特本人正是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提出的对等关税模型要求对所有进口商品施加与美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同等关税，旨在通过高压手段迫使贸易伙伴调整政策。他公开强调关税是最强谈判筹码，并多次为政策辩护，称关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纠正不公平贸易，保护美国产业。但也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贝森特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也承认关税可能带来短期阵痛，其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税会带来过渡性成本和过渡期问题，但长期来看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这种矛盾立场反映了其试图在政策激进性与市场稳定性之间寻找平衡。而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位有过政府任职经历的关键人物之外，川普身边还有一位经济顾问，可能会对川普的后期关税政策产生影响。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聊一聊。就目前来看，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可能会在今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米兰是美国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前曾任职哈德逊湾资本管理公司。其在2025年3月正式得到了提名，就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设的美国机构，其成立于1946年，专门负责向总统提出经济建议。而米兰正式就职之后，对川普关税政策施加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提到贸易逆差的重要性。米兰认为，美国国内之前出现的大多数关税模型都没有考虑到美国目前存在的贸易逆差，
虽然关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避免外国产品的过度冲击，但米兰明确指出，关税政策不仅具备保护国内产业的功能，还可以直接去抵消目前存在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这显然十分符合川普的想法。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初步总结出川普关税政策形成的主要脉络。罗伯特·莱特希泽凭借专业能力和强硬理念为政策奠定基础，主导了几年前的贸易谈判，推动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采取强硬立场。彼得·纳瓦罗则提供理论支持，促使政策倾向贸易保护主义。霍华德·卢特尼克立场复杂，虽表面支持，但私下或有顾虑。斯科特·贝森特则起到平衡作用，关注市场稳定。斯蒂芬·米兰虽然政治履历较少，但也符合川普的后期执政策略。而川普的个人意愿，则是大兵在最后尤其想强调的，那就是关税政策的根本决定人肯定还是身为总统的川普。其实早在1988年参加美国热播谈话类节目《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时，就曾经表达出美国在贸易中吃亏的想法。他称，当时美国无法出口商品给日本，也没有向科威特征收一定的利得，这显然也是一种关税战的朴素想法。至于本轮关税战的最后走向究竟如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